很多观众都在问我一个问题：伊朗和以色列都开打了，美国也下场了，为什么金价不涨，居然还跌了？中东局势现在是剑拔弩张，但是黄金呢，从高点的3440多美元一路回落到了3330美元以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啊，黄金是不是就等于避险？避险资产啊，不等于遇到战争就一定会涨。真正的避险是市场恐慌的时候，大资金最愿意躲进去哪里？这一次发生了战争，但是黄金没涨反而跌了，我觉得主要有3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多头在观望。黄金多头是谁啊？不是普通老百姓、散户啊，而是过去这2年猛买黄金的各国央行，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第二大类多头呢，就是黄金 ETF 和对冲基金。第三呢，就是做多黄金的交易机构。根据2025年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啊，各国央行购金的速度大幅放缓了，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30%。黄金的 ETF 持续的流出，对冲基金呢也在冲高之后选择了获利了结。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是战争来了，但是黄金没有人抬轿子了。好，第二个大的原因啊，避险的情绪都跑去了美元和美债。黄金呢是用美元计价的，这次冲突之后呢，市场预期美联储不会快速降息，甚至可能继续维持高利率，美元指数呢依然坚挺，美债收益率下跌，代表大资金在买什么？不是黄金，而是美债。因为美债呀有比较高的利息，还有流动性，而且还能抵押融资。而黄金呢，虽然抗通胀，但是它不升息，不好变现，所以在避险的情况下，谁更香呢？资金说了算。第三个大的原因啊，就是利好兑现，空头出货。从今年3月份起啊，市场早就开始压住中东会出事儿，黄金的价格呢已经提前被炒高一轮了。真正仗打起来之后，反而成了兑现利润的时刻，多头走了，空头压上来，价格自然就回落了。有人问谁是黄金的空头啊？这里的空头呢，指的是有可能会做空黄金的交易者，比如说期货市场的空头头寸，也有可能是前期买入机构本来就准备在利好之后兑现利润卖出的那些机构，他们趁着利好消息发布之后，市场反应犹豫，缺乏增量资金的时候，就会开始大量的抛售黄金，把利润提前兑现。那结果就是呢，黄金的价格不但不涨，反而还跌了。所以这一次啊，你一定要看明白一件事儿，黄金价格没涨是因为没有资金去追高了，那美债涨了是因为有真金白银的资金在流入。什么是避险资产，就要看市场怕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说避险要看市场怕什么。过去2年呢，黄金涨得漂亮，是因为各国央行成为了最大的买家，尤其是在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加速的背景之下，黄金成了各国央行的战略储备。但是现在呢，战局升级了，而央行的主力却没有大幅的继续加仓黄金。为什么呢？因为美元依然坚挺，美债依然是全球第一的战略储备资产，去美元化的动作开始放缓，多数央行在等一个真正系统性的节点，而不是一场短暂的战争。你以为战争来了，黄金就会涨，但是央行们看得更远，他们会说还不到真正的剧本切换的那一步。普通人该怎么判断什么是避险资产呢？避险资产得看市场怕的是什么。如果怕的是通胀，那通常情况下，黄金的确是通胀情形下的避险资产。那如果是出现了经济危机，那避险资产呢，可能就变成了短债、现金加逆回购。如果市场怕的是地缘性的冲突造成的美元系统受损，那么黄金又会被重新的抬上舞台。如果只是局部的战争，而美元的系统性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没有受到冲击，那么避险的资金呢会去美债。所以啊，黄金的涨跌不看谁在打仗了，而是要看美元出没出什么事儿。你看呀，历史上有3次黄金的大牛市。第一次呢是在1970年代，当时呢美国的通胀失控，美元的信用下滑。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
大规模的 QE 放水，疯狂的放水，还有2020年的疫情造成的全球流动性的冲击。它们的共同点是美元的信用在下滑，或者实际利率为负。而现在这轮的伊以冲突呢，没有伤到美元的系统，甚至还推高了市场对美元和美债的需求。所以呢，我们不要再迷信啊，战争来了就得买黄金这句话。黄金涨不涨，不看谁在打仗，而是看首先有没有大的资金在愿意给黄金抬轿子，看供求关系。第二呢，我们要看美元的这个系统是不是出了大事儿。第三呢，各国央行愿不愿意还在给黄金托底？而这一次呢，这三者全缺席了。如果你听明白了，欢迎点赞关注，把这期视频呢转给你那个还以为黄金等于万能避险的朋友。我是素，我们下期见。